Hello，各位朋友好，欢迎来到何静涵说八卦拳，不说八卦，只说拳。上次我们提到单换掌的目的是练力跟气的分合，也提到如果只是打斗需要的话，练单换掌的部分就够了那么接下来他练一个双换掌，说双换掌是属内的单换双换嘛，单是阳，双是阴所以单换掌练的是什么？练的是我们讲的外在筋骨力为主。双换掌是练什么双换掌是练脏腑为主这个就牵涉到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怎么看这个人。中国文化里面看这个人的形成，它是用五行来做区分的，就是人体是一个五行合的东西那么五行它归到脏腑呢就是心肝脾肺肾这个观念是说人是由这五个心肝脾肺肾属于五行的，各自你把它想成是五棵树形成融合而成的统合而成的一个人体比方讲肾肾属水，肾在身体呢，它主要是骨头，是骨的系统我们讲骨不光是骨，是骨这个系统建立起来这个骨了。那肝呢？肝是筋的系统用筋来连接这个骨所以这个第二个肝的系统呢是筋那比方讲筋的延伸就是爪子指甲骨的延伸就是比方讲牙齿然后是火是什么？火是心是主血脉血液循环系统，这种能量的这种供输营养的这些循环系统是属于火，能够生热的，带给身体热量的脾呢，脾主肉就是吃得好吃不好，长肉不长肉主要在脾那肺什么？肺主皮毛，就是我们铺在外面的这个是主肺，是由肺属于肺。所以我们把这个五脏或者五行看作是五个树根的话，我们人体的整个建构在这个观念里面是由这五棵树组合起来形成的。所以身体健康与否或者能量的来源不是在于肌肉，是在于心肝脾肺肾这就是根。所以根据这个观念，所以中国文化里面真正在练身体的时候，它一定是讲什么？一定是强化内脏五脏六腑的功能的因为这个是土，这个是根在土里面，把它滋养好了，它往外冒出来的枝叶花果自然繁盛。我们看得到的这些人体看得到的这些都是由它生长出来的枝叶花果所以双换掌它既然要练内的时候，当然它最终要锻炼的就是心肝脾肺肾当然心肝脾肺肾我们讲五脏那它相关的在这个中医理论里面，它相关的有六腑比方讲肾跟膀胱相表里肝跟胆相表里，心跟小肠相表里脾跟胃相表里，肺跟大肠相表里
这个一阴一个阴一个阳五脏是属阴的，六腑是属阳的然后还有一个三焦贯通人体上中下的这个系统，由这个系统组合起来成为一个人体。所以能量的根源后天的我讲的是后天的能量的根源是在于我们的脏腑是否能够正常运作这个是重点所以双幻掌要练内，它必定是走这个路那怎么练双幻掌里面呢，它就用了所谓的8掌我有给各位这个图8掌你看到分别属于它把身体区分为内跟外内是区分为心肺肝肾这4个，外是头背腰腹那脾胃呢脾胃是属于中宫，基本上它跟每一个4个它跟心肝肺肾都有关系。那依据它在身体内摆放的方式，所以八卦拳讲心跟胃是同练的，就是用一个式子，心的这个式子同时练脾胃那同样的其实在单幻掌里面单幻掌里面走这个推掌走圈走推掌这个式子也是属于中宫的那么它跟单幻掌在身体的架构上面有什么差别在单幻掌的时候我们讲它是以打斗为主的，所有的打斗系统它对身体的要求就是在打斗当中，身体必须收束起来，就是变得尽量紧，肋骨要收起来，比如一般都讲束肋下气关节要收束起来，肌肉是变成长条形这样子，一个是比较抗打一个是比较抗打击，第二个是气跟力比较容易结合成一体。然后在单幻掌的时候，外用的这些架构的时候，我们的呼吸不能做那种很大的呼吸必须要像你游泳的时候一样，它的呼吸不会很深浅的浅，因为你在打斗当中快速运动当中你一定是用短呼吸，而且你在打斗当中你不可能说吸的时候开，吐的时候呼的时候合，这不行的，打斗当中身体是不能开的这个是练单幻掌身体的架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可是我们在练双幻掌要练内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要有开合了。所以双幻掌说练什么？双幻掌练气与气合。气与气合，这个地方什么叫做气？气就是
动作的变化，动作的变化叫做气。这个地方气与气合，就是我们的动作的变化要跟气相吻合。比方讲，吸的时候开，吐的时候合啊，起来吸，下去合啊，身体里面有开合了啊，跟气息的配合。那这个时候的气，双换掌时候的气是经过了单换掌的训练，是气力合在一起的气，所以它不是一开始的那个呼吸的气了，它已经是你练过单换掌了啊，那个气是具有方向性，具有力量啊，有贯穿力，有渗透力的这个气啊，这个是双换掌的阶段啊，我们需要的。那怎么练到内脏呢？这个就是要牵涉到导引术了。所以双换掌里面，它利用的是什么？它利用的是道家导引术的观念和方法。什么叫做导引术？导引术是借由外在的动作啊，来带动你要导引的部分。导引必然有一个方向，才叫做导引啊。比方我要导引到心啊，我这个动作就必须影响到心，连接到心肝啊，我这个动作要能够影响到肝，连接到肝。那外在的动作怎么联系到里面的脏腑呢？靠的就是筋啊。那么筋这个东西啊，我们在讲下一个蛇形掌的时候蛇形掌的时候我们来谈啊。所以双换掌我们在练的东西，它的目的跟练法，虽然你看起来可能跟单换掌里面有些是同样一个动作，可是它的目的跟里面的运作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要分清楚啊。双换掌的原则不能拿去打斗，但是它对单换掌有什么帮助呢？它是提供能量，它好像一个军队的后勤司令部，前面的军队在打仗，后面的后勤资源必须要补给得上。你的后勤越庞大，资源越丰富，你能够提供的兵源、武器、弹药等等就更充足，就更多。所以单换掌跟双换掌看起来是不同相反的，可是他们是相辅相成的啊。所以你练了单换掌，你如果是只练打啊，它对脏腑来讲是消耗，对脏腑来讲是消耗。所以一个完整的练习，你必须在具备了身体的气跟力条件之后，你要去锻炼你的脏腑，就把这棵树的每一个根把它培育好，让这棵树更强大生长出来更好的花叶果实。这个是双换掌的功能那么双换掌的部分比较复杂它的锻炼也需要时间，而且它的阶段是以传统的教学来讲是在单换掌之后的。你先必须具备单换掌练出来的能力跟条件再去练双换掌比较有成效好。
那接下来八卦拳系统这个双换掌怎么练？练内脏怎么练？我们且听下回分解。谢谢。